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境对话》，陈恩德，欢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陈恩德，我是就是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影视部的负责人。我们想先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啊，你们这个嗯，中国民主党是什么情况？我们中国民主党的话，就是它是创建自于国内的嘛，然后后来就是被中共打压嘛，然后就是创始人等一些人们就被迫的从国内然后逃出来嘛，然后在美国这边，呃，又成立了这个党支部嘛。哦，那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为什么？我是24年2月的时候，就是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加入的这个组织。我看你的 title 是什么？影视部的负责人。对对对对，这是一个什么部门？你们内部的？这个部门的话是我今年6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起成立的嘛，就是以创作影视剧的方式来进嗯。行一个那个反对共产党的嘛，然后这样一个宗旨就是揭露中共暴政，然后传播民主思想的，以这么一个宗旨，然后来开展一些影视创作。我想问你一点稍微个人点儿的问题啊，如果涉嗯及隐私，你可以拒绝回答啊。就是，嗯。你为什么想要加入这个党派，然后并且成立这个部门啊，影视部拍这些剧，然后去所谓的反对共产党或者揭露共产党的恶行啊？那么从你个人的原因来说，是为什么？首先，其实很多像我这样的，其实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因为我在国内就是经历过疫情三年嘛，然后就是就是切身的体会到了中共的那个惨无人道的一个统治，然后就是那时候就心心念念的就是想要出国嘛，想要逃离这个魔鬼统治的国家。后来就是机缘巧合有那么一次机会，然后我就就是成功的就是从国内就出来了嘛，然后到了美国，到了这边之后，就是在国内的生活的非常的压抑嘛，就是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讲，就像这次的于梦龙事件一样，就是嗯你就根本就没办法说表达，然后各种包括那个言论压制啊，然后是人身自由的限制，疫情那会儿的时候，然后生活的非常的痛苦，然后到了美国之后，然后有接触到这样一个就是可以自由表达的，然后可以去堂而皇之的去反对中共的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志同道合的人嘛，我感觉非常的那个就是心潮澎湃的，然后我就加入了这个义无反顾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因为我们的意愿都是一致的，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反对中共，然后就加入这个组织。至那你于成挑头，立影视部的话，影视嗯部就是因为就是我参加了1年多的民运活动，我就发现就是活动形式比较单一，而且效果也有限嘛。然后大家嗯都是在线下举办一些活动，然后发表一些现场发表一些讲话，然后就是喊喊口号，这样我感觉传播效应非常有限。然后现场的话可能就几十号人，20-30号人，最多的话最多时候是100多人，我就感觉传播嗯。效应非常有限。我想就是通过网络这种形式，网络传播，然后现在都是自媒体时代嘛，然后就想一种全新的一种反共的一种形式，然后就嗯。创作了这种，就想到了短视频嘛，想到影视化这一块儿，然后就想到就是成立这个影视部。那目前做的怎么样呢？有什么样的成绩，或呃，者有什么样的心得，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对，就是我们的话就是有拍摄2档节目嘛，一个是一个5到10分钟的一个短剧，就是名字叫《疯人院》，然后疯人院。对对，就是一个反讽的一种形式嘛，就是把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就相当于一个大型的疯人院，因为全都不正常，你说真话的会被当成疯子，反倒是你这个溜须拍马的讲真话、满嘴谎话的，就是像中国大外宣一样，就是满嘴谎话的，他们反而在中国好像是正常人一样，这种是非颠倒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想通过这种剧，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去表现一下。然后还有一那你个就是
对，焦点你风寒。介绍完，还有一个是一个更微短剧，更短一点的1分钟以内的，然后我们聚焦就是推特上面一些热点新闻，然后我们就根据那些热点新闻、热点爆点新闻，然后去创作那个1分钟的一个短剧，这样的就反正就是为了更方便的去传播。感觉这种1分钟的短剧也特别适合现在这些新兴的短视频平台和年轻人观看的习惯，是吧？对，是的。然后于梦龙这个事件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拍摄这个短剧的时候，我们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事件，然后后面没想到就是它是持续热度这么高，而且会被那个中共他会这么就是严重管控啊，各种不明不白的，就类似于当初的那个铁链女事件跟胡鑫宇事件这种处理方式，然后就也让我们非常愤慨嘛。然后也发现，就是海内外的网友都这么高度的关注，然后舆论效应是这么的这么大嘛。然后我们也没想到，就是后续我们也就一直在持续关注替它发声嘛。你是这一次啊，在好莱坞星光大道发起这个线下活动，你是这个创始人是吗？发起人对对，我是发起人。啊，之前然后你的话，之前的话，像我们之前也多次举办过声援的活动，像就是之前是在那个中国驻领事馆门口，然后我们举办过一次，后面我们在那个洛杉矶 Monterey Park Monterey Park 蒙市这个公园里面，我们也多次举办过。你之前啊，知道于朦胧这个人吗？认识他吗？我之前知道，因为他之前还是稍微小有名气的，就演过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嘛。这个剧当时在国内还是非常火的，然后基本上，我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四十岁左右的人，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上都看过。所以你是通过那个影视剧认识他的？对对对，他那会儿算喜欢他吗？算是他的粉丝吗？不算，因为后啊，来他也不怎么出名了，而且我们也不怎么追星。然后但对他这个明星是知道他的，但是我没有追星这一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我们又不是那个小学那个学生什么的，然后没有追星的这个已经没有那我追星这个们这样啊，我们聚焦在这个你们现在这个活动发起之前，因为你作为一个发起人嘛，那是什么促使你想要发起这个活动？或者说我们换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知道于朦胧这起悲剧的时候，你的第一时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应该事发前一天晚上，也是不经意间在手机上看到国内的一个新闻软体推送的一个那个消息嘛，然后当时觉得就感觉国内漫天遍地的都是那个假新闻，感觉是假的一样。然后到第二天之后看到他那个工作室发的那个通告，才不得不相信这确实可能是件真的。然后后来我就是我打断一下你啊，就是在他工作室发公告的前一天，你就已经看到了一些新闻了，是吗？对对，是的。是什么渠道看到的？什么样的新闻？就是那个手机上它那个有个新闻，就是百度新闻的那个推送嘛，它会有一些新闻推送。就说有人发说于朦胧去世了，对，发生意外了。对，就是他们的内容好像就是网传那个于朦胧坠楼身亡。坠楼自杀身亡，就这么写的嘛。OK， 那好，第二天就是工作室正式发这个声明了，那就证实这个至少这个去世的这个消息是真的之后啊，你当时怎么想？我当时其实我也没太在意啊，因为我确实我不是他的粉丝，我娱乐圈我也觉得国内娱乐圈挺混乱的，我也没当回事儿。就真正关注他，就是因为他这个他的死就是各种猜疑啊，各种那个传闻，然后就是中共官方，就是没有就是非常冷漠的去对待，然后也不立案不调查什么的这种，到了这个时候，然后才去
真正的去关注，就觉得这已经不仅仅是一起娱乐事件了，而且应该是一起政治事件了。到这个时候，我才去那个，就是真正的去关注这件事。那你目前啊，因为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背后真相的故事版本啊，有各种各样的谣言传言。你目前怎么看这个事儿？你觉得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哪些谣言你觉得有可能是真的？哪些你觉得不相信？其实网上的话，他已经抛出了很多的那个视频嘛，就是包括那个他被推下去的时候那个撕心裂肺那个惨叫，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因为也有网友做一些对比嘛，对比他之前的他或者是参加活动、参加节目的时候那个音频什么的，声音啊，对，那听是能听得出来的。然后包括是他可能是有多个场所，然后不是在就不是在阳光山道小区直接死掉了，应该是在多个场合，然后来回的，那个山道小区可能是第二案发现场，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可能是真的。还有就是他从楼上被丢下去2次，这个我觉得也应该也是真的。但是现在，最近这段时间流传的就是他被祭祀这个，我觉得我也不大确定，我也对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懂，就是搞，我觉得这块比较邪乎。OK 啊，我们回到这一次你们这个活动本身啊，给我们讲讲，就是你发起了这个愿望，你想去组织这么一个线下活动啊，那你肯定要跟你们这个，因为你是以你们这个中国民主党的这个名义去发起的，对吧？对。那么你就要在你们党内是一个什么流程？提起这么一个申请吗？还是怎么样？我们党的话是在电报上，我们有群嘛，然后首先我是在我们洛杉矶支部，然后的群里面，然后我就发起这么一个申请嘛，向我们领导发起这么申请，然后我们领导就同意嘛，觉得，这次活动也非常有意义，然后我们领导就是，在帮忙联合其他的支部，像旧金山呐，还有，阿拉斯加、夏威夷这些支部，我们都是兄弟组织嘛，然后都有联系方式，我们领导帮我联系之后，另外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纽约总部，我们民主党主席的联系方式，然后又跟我们主席进行联系之后，也得到了我们主席的支持，然后就是汇集了各个支部的还有总部的联系人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就拉进一个群里面。然后进行一些统一的策划。另外就是我也把这个群给开放了，策划群给对外开放了，在推特上面我也发了一个，对一个想要就号召广大网友一起来进行策划的一个公告。然后后面有好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包括外国朋友就加入这个群里面，然后大家就是一起在商讨这个事情嘛。大家的热情、积极性也非常的高。就是同时，我也希望就是除了我们民主党，然后组织这个活动之外，我也希望有，美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或者是外国朋友，在当地自发组织一些就是这种抗议活动，声援活动。然后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次这个对话的一个目的啊，因为你们是先驱者，你们把这个事儿已经做了。我也是希望这个全世界的朋友们啊，如果有这个想法，说在当地也做这种线下的声援活动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这次对话啊，向你，包括你们这次活动的参与者去学习你们的经验。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对话的主旨啊，就是你们这次活动在组织的时候，你们打算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规模，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呢？其实我觉得这一块很简单，我觉得活动的，呃，活动的人数吧，不在于多少，我觉得哪怕是1-2个，一个人，我觉得他都是有作用的。哪怕就一个人，就拿一张白纸，把这张写上 "Justice for 于莫龙"，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就让我们就是海内外的人都看到我们都在行动，
我们世界各地都在行动，都在支持他们，都在为他们加油打劲。我们同时也在努力的为他发声。就这个就是情感上那种影响力也是有作用的。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一个词啊，特别的重要，就是行动。对，因为在你们做之前，我们看到的，当然了，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包括我们做节目啊，然后有人在推特上发一些视频啊、转发呀，然后大家去签这个联署啊，这些都是行动。但是呢，像这种线下的活动，这样的行动是之前是没有人做的，也有可能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我看到你们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或者组织。那么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事情已经不只是在华语世界或者华人范围内的影响力了，整个全世界都在参与。就仅仅我这么一个小频道啊，我做的这些节目，因为我中间也有用英文去做节目，希望能让全世界知道。然后就有来自全世界的，到目前为止我统计啊，都已经有63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观众给我留言。当然有一些观众他没有写他自己来自哪个国家，所以这个数字只可能更多，至少有63个，肯定是有的。这个在我这儿看来，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吴孟龙啊这一位中国人的这个遭遇。当然了，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全世界也在看，就是那你们这些能够自由发声的海外的中国人到底在做什么，有没有行动？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所以你们这个行动，我觉得特别的及时，而且特别的好，就是给全世界展现，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是有行动的。对，是的。只有你付出实际行动了，才会有会更有那个号召力。对，包括我在内，我也收到了好多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那种留言，包括我们在那个好莱坞活动前一天当天，就收到了好多的美国当地的民众的短信啊、电话，然后他们就是告诉我他们非常感动啊，他有的就来到了现场跟我们一起参加活动，他有的可能来不及了，然后就问我下次活动是什么时候，他们也想参加，就非常多的热心网友，然后给予鼓励和支持，然后这也是我们就是持续开展活动的一个动力，然后大家的留言和支持，然后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是这样啊，那个观众朋友们，我们给你们放一个就是陈恩德他们这次现场活动的一个视频啊，几分钟，我们可以看一眼他们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现场的一个氛围啊，我们感受一下，然后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们继续聊。Hello， 韩大哥，给大家打个招呼。Communism is the evil of the world. Fuck off communism. Fuck off communism. Communism is the evil of the world. We are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are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unism is the evil of the world. You know what happened in China? This guy was persecuted. He was killed by the, some of the gangsters or something, but officially the government just announced that he just committed suicide, which is not the truth. It's not the truth. Right. Yeah, you know what happened for Charlie Kirk, Yeah, people all want justice, right? We want justice, but the government just cover up the truth. Cover up the, they don't want people to tell the truth. Justice for 于某某，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喊一下口号。可以啊，谢谢。我话筒让谁可以带着喊一下。好，我们一起喊个口号
Justice for 于梦龙 Justice for 于梦龙 CCP is evil B is evil CCP is evil And CCP. and CCP Take down CCP. Take down CCP Democracy and CCP Take down CCP But he awakens the living. Truth may be deleted, but it will not be forgotten. 我们的直播美女星光大道这边的效果更好一些，因为这边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正义，我们要让正义的声音传遍全世界，让所有人联合。来，我们的群姐，大家都在非常认真努力的，然后做自己的这个宣传工作。虽然很多时候会被拒绝，但是我们越挫越勇。Yeah. So if you can get a chance, you can go to China and maybe you can see that. Some of the foreigners will say that, oh, China is a developed, see the. 这是我们的何大哥，何大哥今天的工作做的还是相当到位的，然后好多美国的公众都喜欢来跟他聊上几句。然后他们可能就对这个我们要声援的这个于朦胧这个比较感兴趣一点，然后他们想要知道他的经历，他的一些遭遇，然后我们为什么要今天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今天这种情况可能有点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好，也行了，我觉得。但是毕竟是第一次，是吧？对，我们要把传单发出去，而且把这个东西展示给大家嘛。我觉得挺好。首先我们就是迈出了这线下呼吁大家声援的参与联名签署的这个第一步，然后后面的话，而且公众的话，美国公众他们对自己的自身的隐私保护意识比较高。而且在这个地方，好莱坞这种地方好像发传单的也比较频繁，他们好像也厌烦这种行为，所以表现得相对冷漠一点。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中国人最多的地方是在大剧院，但我们这边可能相对那个被兄弟单位占领了啊。我们这边相对人少一点，但是呢是外国人多一点。这次活动的目标对象也不是国人，针对就是美国当地的民众。This year is September 11th. He was founding of Black Apartment Festival and today. 这位小姐姐正在向一位美国人讲述关于于朦胧的事迹。这就是我们的希望。那个女士就是问我们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就跟她说，我们有一个中国的演员，他从那个5楼的公寓上面掉下来就死了。然后呢，中国政府的这个警察说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他们就说排除了任何的他杀的嫌疑。然后我们说，在中国，他的粉丝、他的朋友、他的家人都认为他没有这个他杀，就是自杀的嫌疑。所以呢，我们就是在网络上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和这个发的这些post 呢都被中共给删除了。然后他说很悲惨，然后他说我会帮助你们的，然后他会把那些信息传递给他的朋友，并且去签名，非常棒。
然今天的活动结束了，现在是5点钟了，我们从3点半开始拉到5点，1个多小时。然后我们今天是打印了多少张传单？300份，300份传单，而且我们的传单都已经发完了。然后就期待我们看一下，回头看一下我们的联署那个数量能够增长多少吧。因为现在的话，我看了是31万，然后回头看一下它的我希望能够突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50万。好啊，我们这个你当时做活动的时候啊是31万，现在是41万。对，就是我看有网友留言说，就是只隔了1个晚上都涨了3、4万，这个我是对，就这2天涨得特别的快啊，我估计可能到50万很快了。对，这个周末我觉得都能突破50万。你有没有了解过啊？就是这个 petition 它到50万之后会怎么样？这个50万之后，反正是据说是能够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一个注意，但是我觉得这背后还是得需要就是有人或者组织去推动才行，还是要有主流媒体的一个对关注和推动。然后你只是它一个数据只是单单摆在那里的话，那就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哪怕它到了100万，有的人会说嘛，就是你50万也好，100万也好，他们觉得反正都没用，中共都不会理。但我觉得不是的，因为你到50万就会有不同的人关注到这个事情，你100万就会有不同的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只要多一个媒体报道，多一个人像你们这样线下的去拿一个2维码让人家去扫，这个扩散力就很大。我们可以假想，如果全球有1亿的人都要求中共给出一个真相，对吧？那他当然可以一直装死，一直不给，一直不搭理，但是这个国际的舆论的压力会持续在。对，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联署还是线下声援活动的目的，也就是想要呼吁就国际主流媒体、国际社会去给中共施压嘛，然后倒逼中共去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真正的去调查嘛。而不是用谎言。我想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现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或者很让人感动的事情？因为现场我知道，就是好莱坞星光大道都是那些各国的游客嘛，对吧？比较多去那儿玩，他们都不太了解，平时也不太会关注中国的事情。那你们把这个传单或者把于朦胧这个事情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反应呢？其实现场的话，就是稍微当时是现场的话是感觉有点稍微差强人意的，就是对当时我们策划的时候，就是以4种形式进行传播的嘛，一个是展板，一个是就是语音循环播报，歌曲啊，还有一些关于它事迹的解说，还有就是传单和直播这4种形式。当时是因为现场的话，就是感觉展板这一块的话，好像没人愿意停下来去看，就稍微感觉心里面有点失望。但是实际的话是，其实我们反正有4种形式嘛。展板这种形式好像没行通，语音播报的话是因为环境比较嘈杂，可能其他的商贩他们也在播放一些歌曲什么的，效果不那么好啊。对。这2种形式有点差强人意，但是我们传单是当天300份传单是一张不落的全发出去了。这个，虽然是他们有点抵触，但是还是全都发出去了。另外就是直播的话，当时我们直播间的人数也挺多的，都快1000人了。直播效果也非常好，大家都非常积极的互动，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也是号召大家进行联名签署呀。然后其实还是有2种形式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后面的话，就像那些网友他们反馈的那样，就一夜之间暴涨3、4万这样的，就也是让我们感觉我们的付出是挺值得的，有效果的啊，这个没有白干。那现在有一个观众朋友问你啊，就是这个纽约的时代广场的那个大屏幕这个事儿，也是你在策划和组织吗？对，是的，因为我们纽约总部在纽约嘛，然后就是他们也经常去纽约时代广场组织线下活动，然后这是就水到渠成的事情，然后我也跟他们取得联系了。
那这个事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打算怎么做？大屏这块的话，之前我们纽约总部那边也投过屏，他们对这块是轻车熟路，然后就是主要重点就是内容上面，然后我就发现之前好像有网友在时代广场投过屏，据他反馈就是说，不能出现于朦胧的名字，也不能出现于朦胧的照片，所以这就让其实我们也觉得很诧异，就是后来我们民主党的主席他告诉我说，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投过屏嘛，他告诉我说，就是纽约时代广场的话，它就纯商业的一个地方嘛，他不愿意参加那个世界纷争，就是有任何就是争议性的东西他都不愿意发，他有审核的，他都不会发这些东西。那你们现在的应对的策略是什么？打算怎么调整？应对策略就是照片不行，人名也不能出现，那我们只能就是像之前的网友一样去采用那个卡通的图片，然后图片上有一些它象征性的东西嘛，就是像他养的那2只狗，然后福利和火腿啊，就是一个那个法斗，还有一个那个狗是忘了叫什么。我有对它叫不是那个是柯基，那个福利是柯基，然后法斗叫火腿啊。对。哦，我看到了，你们有一张是我把这个图给观众朋友调出来啊，就是你们想用这个卡通图是吧来做？对，是的。稍等啊，我把这个，那时间上大概是什么时候想做这个投屏？时间的话是本周六嘛。本周六的话，对。本周六纽约总部那边的话，就是刚有投屏，然后他们在大屏幕前再举行线下的活动，有这2个就是放在一起。OK， 那就会再掀起一个在纽约的时代广场的一个线下活动，这么一个新的一个高潮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现在这个图是定稿了吗？没有，我们就是我们对，在征求大家意见是吧？我们设计部的人员还在设计当中，因为它这个屏幕尺寸嘛，它是方形的，它不是这种长条形的，然后这个图片需要调整一下格式，对，调整一下大小。另外就是其实我发那个公告的时候，然后我也就是里面内容写了，就是也希望广大网友投稿嘛，然后这2天我也收到了好多网友的投稿。对他们会综合大家的这个投稿和意见，然后最终定一个版本，那就是本周六是吧？那今天是周3，就是还有3天会在纽约时代广场这个大屏上去投，对不对？对。那我们也呼吁一下吧，就是有在美东的朋友啊，在纽约的朋友，或者说这几天有可能去纽约旅游的朋友啊，那个周六的时候，你们时间定了吗？几点要在线下搞活动，在那个地方？这个时间的话，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因为我们的纽约那边的还有就是计划还在制定当中嘛，包括这个大屏的话也需要那个审核，它那个审核排期，它这个审核是比较严格的。OK， 行，那这个纽约的事情就等你们的好消息啊。好。我们还回到这个你们在这个好莱坞的这场活动啊。那么活动结束之后，你个人是一个什么感觉？组织这个活动了，也顺利的完成了，也算成功啊。那么这个联署的签名也在增长。就对你个人而言，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感觉？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我举办完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因为那也是第一次线下去尝试这种传单呢，这种多种形式去进行一个事件的去宣传。之前我们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之前我们可能就是单纯的我们就是集会游行这种。算好莱坞这种活动是我们首次尝试，然后我觉得下次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其实我觉得好莱坞那个我觉得也不是做得很好。然后后面我就想再接再厉，就是接着来，我们接着搞。打算怎么搞？有什么下一次？如果你们要搞的话，有可能会什么时候搞？
或者然后这个形式上你打算有什么样的一个更新？下次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想要，就是还是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我觉得，更利于宣传的地方。我是想就充分的把展板这一块给用上。展板的内容，展板上我写了这个事件的比较详细的一些信息嘛。然后我更希望大家能够驻足停留下来去观看我们的展板内容，然后顺便的与此同时，然后他也能听到我们的语音播报。用语音播报的话，我们会播报一些歌曲，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些关于于朦胧的歌曲啊。另外还有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我们义工啊，宣传义工啊，也可以就是发放一个传单，跟他聊一聊啊，讲一讲啊，这样子我就四种形式都能用得上，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就是重点，我就是只要就是让那个路人就能够驻足停留，能够停下来。好莱坞的话，我觉得这样有点行不通，因为那个好莱坞它那个人行道的特别窄，然后人来人往的，他们就是没有意愿，没有要停留下来的意愿。另外，我也觉得就是不管效果好与不好，只要我们持续下去，它这个热度不减，然后对，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一个效果。对，最近我又发现，你们在现场有没有啊？你先把这个讲完啊，不好意思。最近我又发现它这个热度在外网有被压制的这种迹象，我明显感觉到了。是哪种感觉被压制？对，因为现在你在发什么任何关于它的消息的话，它这个推送量都非常低，不像之前那会儿那么高了。那你认为原因是什么？有人在压制，还是说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就是热度当然会越来越降低的。有人压制是存在，不排除这种可能哈。但是这个热度确实已经持续1个月了，然后这个像那个可能这个平台这种自然趋势，然后他就不愿意再往这块推流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刚才就是说你们在现场有没有？你们发传单啊，介绍这个事情，有没有遇到一些华人？但是他们对这个事情完全的不感兴趣，或者说一听你们是反共的，你们要 end CCP 之类的这种口号，然后他们就敬而远之了，害怕就躲远了，有这样的人吗？其实现场的话，我们还好，就是以和平理性的一种方式，我们就没有涉及到那些反共的标语啊，什么口号，我们也是后面才喊的，之前我们没有喊的。其实你一个路人的姿态去看的话，其实你看不出我们是在就是声讨中共，是在反对中共这块儿，没有，你看不出来的。我们就是一个就是不是以一个民运的形式，民运人士的方式去做这场活动的，就是以一个非常普通的、非常正常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方式，非常大众化的宣传方式去进行的。然后当时的话，其实那个地方，来来往往有很多很多的华人面孔。当然，我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华人，有可能是日韩的。但是他们的表现的话，比外国人还要冷漠，直接就是远远的看一眼。就是瞟一眼，然后直接就走了，非常冷漠。反倒是外国人的话，人家还算是有同理心一点，就比较的和善一点。是这种感受哈。是的。OK， 这个其实作为华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啊，这个只能是持续的宣传下去。是。我想问一个可能。我不知道啊，对你来说是不是好回答的一个问题啊？现在有2种声音，你看我们这个观众留言啊，就是说他的认为，很多人跟他想法是一样，就是觉得现在的这个传言啊、谣言啊、各种说法，就是有的太荒诞了，对吧？那么有一些人呢，就不想看这么荒诞的消息了，因为没有一些真凭实据。其实这是起到了
怎么说呢？就我一直说这个谣言是双刃剑嘛，一方面可以推高这个热度，然后大家的有这个八卦的心啊，或者有这个猎奇的心啊，然后就会被吸引过来，对吧？你说的这些献祭也好，还有什么倒卖军火，反正这些东西反正也无法证实，然后大家就都很感兴趣来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这些东西一直是这样在所谓的胡说八道啊，在这么传呢，就会push 一些人远离这个事件，就我不想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了。很肮脏的，很没有真凭实据的，然后好像你们这些做自媒体就是为了流量在胡说八道，有的人是持这种想法就走了，这个热度也就走掉了。有一种声音是这样啊，但是还有一种声音呢，我看一下啊，对，这个我们选这个留言吧。你看这个观众就说，不管什么方向，大家都在尽力，不要断这个热度，就说怎么说都行啊，你哪怕说一些可能传言谣言都行，反正怎么说都行，只要让这个事情更火爆。这两种声音你怎么看？你更偏向哪种？对，我觉得就像你说的那个，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看法，其实它只要有声音存在，它对这件事情都是有帮助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就像辩论一样，不管是正方反方，反正我们只要能够持续下去就行了。就吵得就是我觉得反而有时候你吵得越那个。越闹得越僵，或者是吵得越激烈，你这个热度它反而可能会越高。反正我们就是也不管是那些消息，就像你是之前说的那样，不管它是真是假，只要它热度在，只要海内外的这个关注它还在，然后这个事情它就会有，不管是好的坏的，反正是会有结果的。但是需要吵起来，你知道吗？就像你说的，正方反方，你不能只有一方。就是如果说，对，你比如说有人在传播这些谣言，但是也必须得有人去质疑这些谣言，那双方才能够形成一个争论，然后这个热度才能推高，对吧？如果说大家全都在去传这个谣言，没有人质疑的话，那就吵不起来啊，那就是一个声音。是的，是。确实，它有些新闻，它确实是值得被质疑的，因为它不确定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包括这两天还有那个有消息说是他那个798那个艺术馆嘛，说是背后是日本人策划，日本人那个对他又进行了一些什么非人道的一些残疾人寰的一些迫害。你怎么看？但这就有点离谱，对。这就让人感觉到好像就是中共故意安排的这个，慢慢的就好像往那个仇日情绪上去偏离去带领。如果网友们都一股脑的就朝这个方向走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是中了中共的圈套一样。对，就慢慢的就把因为其实据我观察啊，包括我的一些信息源。我昨天发了一个文章给大家，我没做节目说这个事儿，今天顺便就说了。就其实，据我的观察，中共的高层或者内部对这个事儿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定性。对。就是很多海外的人会觉得说，哎，你看这个事情，中共出手了啊，全都给摁住了，什么真相都没有，对吧？也不立案，就是要往就是死无对证去走，然后好像这个力度是空前，但其实没有。现在在国内的网络上，你还是能搜到很多这些传言的，什么这些美术馆啦，什么这个798了、红砖了，包括什么于朦胧的很多的这个传言都能搜到的，还都能搜到。这个我觉得这个晋升的程度还没有那么高。我刚开始也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会一股脑的觉得说这个压力非常的大，对吧？当然，我把这个话说出来，就有人说我在替中共洗地，我不是，我只是在分析给你们听。现在他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就是我觉得高层还没有对这个事儿有一个定性。就你比如说啊，中共高层对于8964肯定是有一个定性的，对不对？那就是什么反革命暴乱什么，它是有一个定性的。那既然定了性之后呢，他就不允许关于这个事情的任何讨论了，对吧？你哪怕李佳琦直播的时候拿一个小坦克车上面架一个巧克力。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在中共眼里，这样的画面都不能出现，对不对？那对于于朦胧这个事儿还没到这个力度，实际上还没到这个力度，所以我的判断就是，他现在啊有一个声音是说，中国的这个中宣和网宣啊这两个部门啊，
对于这个事情的定性是不统一的，就是它不一致。你比如说在 B 站这个中国的一个哔哩哔哩啊这个平台，就会能搜到大量关于于朦胧的消息。对对对，他们有一个内部的 B 站内部的审核员暴露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实际上，因为他们会接这个来自中宣的任务嘛，就是这个规定啊，比如说最近，比如关于于朦胧，关于什么，你们就不可以去推流量，你们就必须哪些敏感词就要封杀掉，对吧？有来自中宣的这个指令，也有来自网宣的指令。那么这个爆料的人就说，他们收到的来自中宣的和网宣的这2个指令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中宣的指令是说要彻底封杀掉这个消息，不可以给任何的热度。但是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于朦胧这个事情，或者说不能在 B 站发呢？理由是说，现在的很多传言指向了去污蔑这个最高领导人，对吧？献祭啊什么的，包括谁的私生子的蔡奇什么，就是这个是他们中宣出手说，我们不能让他们往这个最高领导人身上去，比如说泼脏水啊，打引号，这个是中宣的理由。但是网宣给到 B 站的指令是让他们去推送一些于朦胧的关于于朦胧的视频，这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听的当然是一个比如内部爆料的小道消息，对吧？我们也不是一个听床师的频道啊，但是你自己去 B 站上去看，这个现象是存在的，就是有大量的于朦胧的，它这个视频是活跃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这就涉及到中共，这很明显了，中共的高层的权斗，就马上要你认为是权斗是吧？四中全会前的权斗。对，其实中共高层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一个权斗嘛，就相当于那个古代那个宫斗一样。其实他这个像那个之前的李克强的死，就是因为他那个在那权斗的时候，他不是因为失势了，所以才会导致他的一个死亡。他跟习近平之间的博弈较量嘛，然后他失势了，最后被习近平给搞死了。在这个四中全会即将到来四中全会之前，他肯定是高层肯定是风起云涌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之前就有人传言关于于朦胧的死这件事，可能就是他们因为这个权斗的一个结果啊。你说这个结果导致他被害死，你认为是中共权斗的一个对。他有这方面的一个传言，就是想利用于朦胧这件事想去扳倒谁，有可能如果献祭说是真的话，那可能就直指就是习近平了。我觉得不可能，这点我跟你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可能，就是不会说是有人拿于朦胧这个事儿去扳倒习近平，这个我觉得不是，因为现在是这样啊，你看。当然，我说这个话就有好多人就说我替习近平洗地啊，这我也不自证了啊。我这个节目，我原来做的节目都摆在这儿，我怎么说习近平？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做自证了啊。就是，但是，我不太支持就做这样的谣言嘛，就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对吧？你比如说啊，假设献祭是存在的，我们先假设献祭是存在的，那么是献祭给习近平？还是献祭给蔡奇，还是献祭给什么丁学祥，还是献祭给这个某某人，对吧？某一层的什么人，这个是要讲清楚的，对吧？如果不是习近平，那就不能一股脑的大家都往习近平身上说，那你不就离真相远了吗？对不对？如果不是他，就不能说是他，是谁就是谁，你得去找对那个。如果真的是献祭，你得找对那个目标。所以。我想说呢，就是说习近平这个事儿，我明天会再做一期英文节目给这个全球的观众去解释啊。就是说于朦胧的生日跟习近平是不一样的嘛，其实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去搞算命、搞这些献祭，你不可能用一个阳历的生日吧？虽然他们都是6月15号，你肯定是要用阴历的生日。他们俩阴历生日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是5月初5，这个，习近平是5月初2还是5月初？反正他们俩一个是5月初5，一个是5月初2，是不一样的。因为年份不一样嘛，这八字什么，这个中国人其实都懂。但是我就很诧异的一点，我这些天做节目都没有从这个角度说，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对于中国人来说，谁都知道，我们平时这个证件上印的是阳历生日，你说到算命到庙里什么算个八字什么，你肯定是阴历生日，对吧？献祭什么这种事儿，你不可能是拿阳历生日在这里搞，这就很奇怪。我觉得
中国就是这些外国观众不理解这个事儿是正常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拿英文节目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但是中国观众不理解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没想到呢，还是被整个现在这个风向带的。所以我认为啊，不是为了扳倒习近平。当然，你说有没有说，因为现在很多脏水是在泼向蔡奇嘛，对吧？说是他的私生子，这点我也不太认同。就我不认为什么辛奇、蔡以家是蔡奇的私生子，就是他们可能是谁的私生子，或者是谁的什么有这个红色背景的关系，这是很可能有的。但是你说是蔡奇的私生子，我觉得不像。因为从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出生地啊、履历啊，我们就不在这儿展开了，就是很多东西是对不上的这个信息。还有呢，就是当然了，现在这个脏水是往蔡奇身上泼。那四中全会之前有没有说是一个，比如说习近平这个派系内部的一个斗争，对吧？你比如蔡奇跟李强啊，或者这个对吧？他自己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为了在四中全会上去这个争夺权力的这个比例，互相之间有一些这种政治斗争，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判断，就是在四中全会之前，目前这个阶段，我认为中共高层对于于朦胧这个事儿是没有一个定性和定论的，就是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置这个事儿，我怎么定性，然后我究竟是拿出谁来当替罪羊，然后我的这个国内和国外的想平息这个事情的这个中共中央的策略是什么？我觉得还没有人讨论这个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有2个看法。一个看法是，我觉得咱们这个联署的这个力度还得加强。就是如果我们想把压力给到中共，说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国际问题了，因为国际上关注人太多了，所以我必须得给一个说法，哪怕是给一个就是阶段性的啊，哪怕是中共要给出一个假的真相，找一个替罪羊啊或者什么的，那也得让他给，对吧？你至少也得给，先得有一个说法。然后给出这个假的真相，然后我们再不买单，我们不认可，继续的去争取，这也是一个进程。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这个力度还得加强。这个 petition 首先要过50万，对吧？然后过100万，才能给到中共更大，让他们能上升到说，让于朦胧这个事情进入到中共高层的视野里，我真正的去有一个行动，他们那边的行动，对吧？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我觉得啊，这一切一定是要在四中全会之后，可能于朦胧这个事情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现在其实中共根本就没有空去搭理于朦胧这个事儿，他们都在忙四中全会这些事儿，他真的是不会搭理于朦胧这个事儿。那你觉得后面会怎么样？就是四中全会之后，你觉得于朦胧这个事情往下进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往下进展的话，如果首先得让他立案才行。现在中共根本就不承认他是他杀嘛，你没有立案就没有调查嘛。但是没有立案，恰恰就说明了这个事儿并没有定性，他还没有定性。对，是，对吧？很多人觉得说，你看他不立案，他就摆明了一个态度，不是的，就是中共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没有摆明一个态度的，这是他的常态，就是他什么都不做，或者出了任何的热点事件，他的第一反应是压制，这是他的一个常态。但是他对于朦胧这个事情，他没有立案，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重视，没有去任何的行动的话，那就说明他没有定性，还是有一些变数的。后续的对，像你说那个四中全会之后，他可能就是会进行，首先他如果是立案调查的话，就说明承认他们之前那个就是好像就是不正确了嘛，犯了一个错误嘛。但是中共的话，你让他认错的，我觉得也是，他可能他不愿意。他不用认错呀，因为如果我前面已经这个案子发了警方的通告，说就是怎么样。对吧？之后我又推翻他现在没有关于这个案件是什么的一个警方通告。现在大家传的这个警方通告只是一个净网通告嘛。对，他之前好像有个就是说是抓了3个造谣的人，说对，他是说那3个是谣言，
通告里好像写了这个是那个是自杀吧，好像写了吧。有写吗？这个东西？这个好像说是自杀，也不让那个在网上再传播谣言的。对，反正我是觉得还是一个净网通告，你知道吧？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观众也在说，就是大家可以提醒我们，因为我跟恩德我们都可能有些东西记错啊，就我觉得是一个净网通告，所以他后面想推翻这个东西是可能的，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啊有一些现在开始正式的，比如四中全会之后我们说要立案调查，也不是不可能。当然我还是觉得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但是这是一种可能性。对对哦，对，有人说有血啊，有血是醉酒坠楼是吧？哦，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空间呀，就是醉酒坠楼，他可能会坚持这个说法，就是最后是醉酒坠楼，但是谁灌他的酒等等的，他这个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些文章，对吧？对对，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是立案调查的话，他可能就是会找几个替罪羊，但是不会抛出中共高层哪个高官出来，他只会这不可能，对对对，因为他要爱惜自身的羽毛嘛，他就是他们中共共产党的话，他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嘛，他就是如果是损害到他整体的一个名声的话，对谁都不好，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会抛出一个高官出来，除非就是真的内斗到极其严重的地步，这个被抛出来的人是已经就是彻底被抛弃了。这被抛出来的人呢，也可能会以一个其他的罪名把他给处理掉，而不是说是于朦胧这个事件。对，因为我们就是很多人啊，对中共有一个假想啊，很多外国观众也是有一个假想，就是觉得好像我们只要坚持正义的人的这个声音足够大，然后给到他们压力足够大，他们就好像一定要回应我们的这个质疑，但其实不是的，因为中共其实也在变化，这个70、80年，他们也在从历次的跟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这些各种运动啊、斗争过程，他们也在吸取经验，尤其是8·96·4之后，他们吸取到的经验就是一步都不能退让，半步都不能退让。对，这是他们吸取到的经验。所以就是说，你到习近平这个时代看得会很清楚，就是遇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也是我想解释的一点。就很多人说啊，他是什么蔡奇的私生子，所以因为蔡奇管这个中宣，对吧？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力度去镇压。不用的，就是他这一个小的犯罪团伙里边，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蔡奇的私生子，就没有任何关系。中宣也会这么干，不需要是私生子才会这么干。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一个小事儿，可能比如假设啊，他们这一伙犯罪团伙跟那个可能跟习近平没关系，或者可能跟蔡奇没关系，然后他们草菅人命了，把这事儿干成这样了。但是闹大了，成了一个这个全国沸腾的一个事情了，那中宣就会管了嘛，就等于跟他们私人的关系没关系了，这是影响到我共产党的一个执政根基了，他就会管。其实我觉得网友他的推断他也不是那个毫无逻辑的，因为确实你看，他们是在小区里面杀的人，他也不是在一个荒郊野外，在小区里面明目张胆的去杀人，这种很容易就让人想到肯定是那个权势滔天的这种人才能这么干，而且事后在小区里面还没有一个人敢开口。所以这个非常的可怕，非常的邪恶，这种就是让网友联想到他可能是背后有真的就是权势滔天、手可通天的这种大佬，能想到的也就是中央这些人，所以他们可能也就是联想到了就是蔡奇啊这些人，习近平啊这些人。这种东西实际上他们的关系网里，哪怕有个什么公安部的副部长，就已经足以干到这个程度了，都不需要有个什么政治局的委员。就是网友们的这个想象的这个高度有点太高了。实际上就是我从我第一期支持于朦胧的节目，我就开始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就是中共的这个邪恶和他的这个犯罪是一个系统性的，他不是说习近平是一个人是坏人，或者蔡奇加上蔡奇就他们俩人是坏人，对吧？他一个系统性的，就是他这种作恶的程度是不需要那么高的级别的人就可以干到这个程度了。对，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不好意思。没事，我们也正好也说到这儿啊，差不多也说到这儿，后面我们就不再聊了。这样，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你们的一个最新的活动啊，我看到你们有这么一张海报啊，对对对，把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打算干什么？后面？这是我们就是下一次的声援活动，就是全美声援于朦胧的，我们美东美西大联动，然后就是以我们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为主体，然后我们有纽约总部、洛杉矶支部、旧金山，还有那个夏威夷、阿拉斯加支部，然后联合举办的一次线下声援活动。同时，我们也希望号召就是全美各地的网友参与自发组织，就是各个地方自发组织一些活动，跟我们也联动起来，大家一起就是让这个声援活动在全美遍地开花，然后给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还有对这次对接下来的联署吧，然后能有一个更大的提升。有人问你这是几号的活动？你们这个大联动有没有定日子？还是说你现在只是一个号召？这次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就是在本周的这周六跟周日，然后我们各个支部的话，它会有的是在周六，我们是在周日，就是各自的根据各个地点，他们有自己的时间上的一个安排吧。哇，那这个可以想象，本周末你们美国很热闹啊！你看这么多的城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夏威夷、阿拉斯加，全都要搞这个声援于朦胧的线下活动，一个大联动。然后，如果你们顺利的话，没准纽约时代的那个大屏幕也可以一块参与，是吧？是的。同时，我们也就是希望美国各地的民众也能够自发组织一下。像我们这次圣地亚哥的话，就是有一个圣地亚哥当地的一个网友联系的我，他希望在圣地亚哥也能举办一次。刚好我们有党员在圣地亚哥，然后就由我们那位党员就是牵头组织这次在圣地亚哥的这次活动。好啊，我们这观众留言给你，就是你们这周末的这个活动啊，说让你再拍一些视频啊，放出来给大家看。好不好？对，会的。然后我们各个地点，然后活动现场都会进行一个视频的拍摄。然后洛杉矶这边的话，我们还是会采用直播的方式啊，还有这种展板，像上次那样4种方式，然后进行一个宣传。好啊，这边也呼吁一下啊，有欧洲的朋友啊，想在欧洲这个举行相关活动的啊，也可以加入。然后，并且呢，可以跟这个陈恩德联系啊。之前，陈恩德有人问你的那个联系方式啊，邮箱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加他推特吧，对吧？可以发私信去问他之类的，是不是？我会把陈恩德的这个推特的这个名字啊，我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补充到这个节目的说明档里面，会加到里面，大家可以去加他的推特，跟他去讨经验啊。那么台湾这边10月17号也介绍一下，有一个于朦胧的超度法会啊，是会直播是吧？在哪里直播呢？这位观众梅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会不会在哪里有这个直播？能不能告诉我们？不过大家应该也都能找到吧，可能都会有很多人传播这个事情啊。好啊，那我们差不多啊，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差不多就做到这里啊，然后我们回到这个主画面啊，有很多人感谢我们，感谢陈恩德啊，非常的棒啊，看到你应该是比我年轻很多啊，你应该比我年轻很多，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也不问了。但是看到你们这样的，我就稍微倚老卖老点。看到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我真的你也很年轻。没有，我这个我感觉我们好像同龄人一样。没，我都40多了啊，我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看到你们这样年轻人真的特别有干劲儿，而且你在那个推特上去说你们活动之前啊，你去跟人家一块做这个展板是吧？做到凌晨啊，然后把它。拼出来啊，真的是年轻人才有的干劲儿啊！这个是，哎呀，非常难得的啊！有人说了，这个超度好像是这个于朦胧那个孙爸爸，他的可能是他的一个油管直播吧，可能是对，有可能是啊。反正大家都关注吧，现在全球都在联动起来。对。对。然后我感觉我感觉我们好像同龄人一样。没有，我感觉我感觉我们好像同龄人一样。没有，我都40多了啊，我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到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真的特别有干劲儿，而且你在那个推特上去说你们活动之前啊，你去跟人家一块做这个展板是吧？做到凌晨啊，然后把它拼出来啊，真的是年轻人才有的干劲儿啊！这个是，哎呀，非常难得的啊！有人说了，这个超度好像是这个油管直播吧，可能是对，有可能是啊。反正大家都关注吧，现在全球都在联动起来。
那好，那我们就继续的为这个耳袜子这个 petition 去努力啊，早日先突破50万，然后我也希望你们这周末的各种活动都顺利成功。谢谢。然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呀、视频啊、照片都赶紧给我们分享，好吧？好，没问题。好，那就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陈恩德来跟我来对话啊，我们一起为于梦龙加油啊！对，好，拜拜。